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看到百灵果这个节目，这个两位主持人在他们的节目上面邀请日前才刚宣布要停止更新，5月底要停止更新的什么什么眼球中央电视台的视网膜主持人及制作人来上他们的节目的讨论的访谈的一个讨论哈。我之所以想要聊这个内容，并不是想要蹭这个议题的热度，但是我反而对于今天所以我没有要针对，因为我其实也没有看，就是中央电视台、眼球中央电视台他们的公布这个讯息的那一支影片，但是我反而看到了百灵果的这一集的这个邀访的对谈的这集的内容。那我之所以想要针对这一集的内容有些许的思考及自己的个人见解，然后今天想要提出来做成一集来跟大家分享，有几个点几个原因，这就是我想表达一些我所认知、所看到的一些东西的一个讯息在背后，然后也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这一集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好，当然对于一个媒体要形塑一个品牌，是真的一个非常困难、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不去讨论眼球中央电视台的是否足够的成功，所谓的足够成功，或者是所谓的成绩如何，这不去讨论，因为我也没有能力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我比较想要讨论的是，他们在这一集百灵果的这一集的对谈访问当中所提到的几个，我觉得视网膜先生所提出的几个点，我觉得是蛮好，也蛮值得去加以深思及琢磨的部分我觉得也其实是反映了很多现在网络世界、网络时代的不管是身为观众的我们，然后也身为创作者的所有作品产制人的所有的现况吧、现实，所以甚至还可以以这个产业的动态变化反映到了现实社会的很多环节的一个地方，这是为什么我看完之后我有点心得，然后想要以此录制一点讯息下来，那也作为自己今天有这个思绪脉络的一个注记，那也作为一个记录。那而后几年之后，或许这当中所点出的一些点，在未来的世界它真实的发生了，或者是不管好与不好，它继续存在了。对，这些都是一个社会一个动态的一个发展跟演变的一个过程。对，所以我今天想特别为此记录这件事情。好，那对谈当中，他其实视网膜先生提出了几个点，我觉得我也有所感受。那对，不管有没有感悟了这当然是有一些感受。第一个是他其实提到了，就是早在10年前，影视作品就已经开始开始出现了。那时候当然可能还没有到现在那么的盛行，那么的流行。那甚至到现在已经到了所谓的爆炸性的阶段，连我都跑到了，连我这么虽然我的背景是资讯背景，但是连我都这么的不接触吧，不接触3C 媒体的这个东西的我而言，都跑到了网络上来
来创作、来分享，甚至来记录所有我的观点、我的点滴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就如同他所说的哈，现在已经是一个网络影音爆炸的一个时代了，这个现况了。那对于一些更早之前就已经进入的这些老的影视作品的他们而言，如果没办法再持续的创造更多的吸引力、更多的眼球、更多的注意力，其实他们也会因为所谓的品牌老化这件事情而受到了一些冲击跟一些伤害。所以他们也其实所有都一样，包含了现实社会的这些品牌都一样，都是发生的事实跟现实。所以这个不是只是网络影音的这个课题，是所有做生意要做品牌经营的公司的企业都需要面对的一个很艰难也很辛苦的一个课题。那今天的网络时代，网络影音的这个作品、这个产业、这个世界正在发生。好，那第二个点，他提到的是，当影视作品面对了商业化的这个影响后，好，因为他们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公司了嘛，好，当面对商业化之后，这个作品的这个发展到底是要以商业化、以利益最大化来作为创作的思考，还是以他们认为有趣的、娱乐性高的点来作为维持他们当初去创作的这个中心思想？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面对了很多的挑战跟困难。这个不是单纯的抖内不抖内，然后单纯的是否有广告的赞助商入驻的问题，而是一样是品牌的那个价值的思考所在。到底这间公司你创造出来的当下，当时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而现在你的公司政策决策往一个方向去走的时候，是否跟你原本的方向是一致的？如果不一致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人们就会慢慢的感觉到自己是越来越疲劳、疲惫的，因为你无形当中所付出的那个心力，其实是会要更多的，而你所得到的当初的那个初心的那个成就感，那个报酬，这个报酬可能是无形的，这个报酬是越来越少的，所以你会越来越可以甚至到心力交瘁的程度。其实如果严重一点，会到这种程度。对，那他这边提到的就是这个商业化作品商业化的这件事情。那因为有公司成立了嘛，所以公司成立就必须要赚钱。甚至他提到说，他们养了17个人，比我现在所经营的公司的人数规模都还要大。那可想而知，这个对于老板而言的财务压力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这个都是所有做生意的人需要面对去思考的东西的课题啦，不是东西的课题。对，也是一个蛮严肃的课题。因为讲真的，公司没赚钱，对啊，老板也没有发不出钱，因为老板也不会自己去印钱出来发钱，对吧？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的。对，好，第三个，老电视台真的就此消亡了吗？好，真的就此成为了夕阳产业了吗？好像其实也不然，因为其实慢慢的越来越多看到越来越多的老媒体、老新闻台，他们不是新闻台，老电视台，他们将他们作品虽然可能只是很单纯的把原本透过电视机所播映的节目，只是搬运到网络这个平台来做播映。即使只是单纯的这个动作，它也能够创造一种不一样的一个流量跟生态。原因是因为他们本身对于制作节目就已经很擅长，他们只是透过更多的平台去
曝光、去露出而已。那对于这些新创作者而言，制作影片、制作节目本来就不是他们原始擅长的东西，或者是他们是刚加入、刚涉猎这个东西，这个产业的人，而且他们甚至其实更多数的人是本着一个初心，一个对于拍摄影片、制作影片有热衷、有初心的一群人而已。他们不是很擅长在节目制作这么高组织、高结构的一个的作品产制。那相形之下，就会看得出品质或质量的高与低，这就会很显见的。那所以也某种程度也促使了这些新媒体的创作者而言，要去更挖空心思、更努力、更认真、更投入的、更多的不管资源对，要去创造剧本、脚本，然后要去做更多的内容，来跟这些新的，甚至其实是老牌的电视台的节目的一个竞争。好，所以对于新媒体而言，他们反而是一种新的竞争压力的产生。那新媒体就视网膜先生而言，他好像因此而获得了一些机会，是融合入了传统媒体就是说电视台里面去展现了他们新媒体的一个灵活性。好，这让我想到了好像是去年还前几年的某一次金钟奖的节目上面，好像是黄子佼先生所提到的是让新媒体跟既有的电视台、电视媒体能够互相的交融，那互相的去激发、迸发出新的不同的生态跟业态出来。那所以现在有更多的什么像 Netflix 那些单纯的网络影音的创作媒体他们讲的是 OTT 是不是？还包含的什么那个 Line 的 Live TV 的平台就很多元，其实很多元。对，所以这个产业它是很动态的，而且是很快速的在变化的。那这个会反映到的是，其实，在所有产业我们都会说，像印刷业是夕阳产业，但是吗？只是差别在于你能不能去迸发、创造出一个新的产品或者价值，你如何去销售、贩售你的服务吧，你的产出、你的作品的成果，如此而已。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没有说老就一定会等于消亡，而是你如何维持你老的一个价值，你如何深蹲之后。再次跳跃起来之后，能够跳得更高，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思考。对，那第四个是，应该是第四个，应该是延续第一点的那个网络媒体爆炸性发展的这个现在，让一来是让观众所谓的观众所以那个眼球追踪的那个观众，对于这些老品牌的创作媒体不这么，他们讲的是叫忠诚不那么的热衷，不那么的忠诚于某一个特定的媒体作品，而是更快速大量的在观看相关或者是有兴趣的作品内容。那某种程度像他这边所提到的，这也应该是到时候会延续第五点的就是也提到的是，其实某种程度，因为对于这些媒体创作者而言，他们是每一周或者是很努力、很辛苦的才能够做到每几天或者每天都去更新的一个这个频率。那
像我自己有工作，我自己也有经营公司、开公司的这个状况，我就顶多只能做到1周1更新的这个频率，就已经会耗费掉我一些时间了。那更何况他们是专职于做这件事情，那对于他们而言就会更辛苦，因为不但影片的质量要再提高，那甚至内容的深度也要再加深，然后甚至到很技术背景的，比方说可能背后要用绿幕，像我的背景目前就是我自己的房间，但是他们可能为了要追求整体的被观看的那个画质效果，他们不管在拍摄的技巧、设备技术等等方面，剪辑影片的技术技巧，然后甚至影片转场、效果、特效，然后各种各方面的，他们都必须要再投入更多的心力资源去加深这一块，所以某种程度而言，又会促使另外一个程度或阶段的资本的挹注，因为你必须要请到更多的人才不管做写脚本、制作人，不管是要擅长或是能够快速，或者是你要将剪辑影片分工化，这都是很专业的东西，因为你可能是集中但是快速产制，或者是分工，而每个人只针对自己要做的那个动作而去精细的执行自己的那个 part 的部分，那这都是作品产制的一个课题的环节。那也我相信，虽然我不是那么真的懂电视台里面的人是怎么去工作划分的，但是我的想象，这是我的想象，我就想说，这可能就是两个方向嘛。一种就是人少一点，但是每个人的产量是高的，所以会比较有一个个性化的一个作品产制。第二种就是每个人可能就是做转场，然后做音效，做剪辑，然后他们还有分什么1剪2剪嘛，这种就是后置，光后置的这个环节就有很多个细节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每个细节都是由一个专门的人去执行这个部分，那就会发生这个频道或者这个节目、这个电视台所产制出来的作品的那个风格会比较有一个一致的效应跟版本的感觉，好，那个成果是会比较有一个一致性。那也因为工作内容的细拆下来之后，会让产制的那个量应该是可以提升。我们就拿工厂的所谓的生产线来看的话，它就是一个这样子嘛，就是我当把步骤 SOP 化之后，每个人就是在自己的那个 step 上面去做自己被规范的那个 step 要做的那个动作就好，他只要看动作，他不是看整个 overall 的全局，那他的思考脉络就会不太一样，然后产制的那个结果跟质量内容就会不太一样，对，这也是我们从工厂生产作业线上面可以去推论理解的一个东西。好，那最后他这个第5点，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因为大家对于这些技术的越来越在意嘛，因为要看的那个品质、技术效果越来越高，就是程度要求越来越高之后，迫使了这些创作者而言，他们需要不断的做资本投入这件事情。但资本投入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新媒体创作者而言是一个困难的，他的资本本来就没有这么的庞大。即使像视网膜他们的公司已经去成立成公司
终究是一个小型微型企业，它要跟电视台这样规模的公司比起来，那规模是相距甚远的。好，甚至不要讲传统电视台，连现在新出来的 Netflix 或是 Live TV 这些新的所谓社群媒体的这些新的 OTT 平台，他们也都是集大量资源资本去执行的，所以就会有另外一个程度的资本再集中的一个结果，那又会慢慢的从现在既有的产业来看，已经可以想见这个产业这个网络影音产业，它其实慢慢的又会越来越集中化，然后越来越被这些所谓的大者恒大的这些集团给把持给笼罩。当然它会因为它的产制的内容而快速的窜起或暴跌，或者是成效不好收效不好而投入了一笔资本的一个作品没有得到好的反馈的时候，这个投资这个投入就形同了就是投入大海了嘛，就是肉包子打狗那种感觉。所以会因为这些特性让媒体产业比较难被 only one 给把持的关键原因，我认为是在这边。这也是为什么全世界各大媒体其实即使他们再怎么大，他们都很难成为那个 only one 那个唯一。但是在其他产业其实很容易，当你一个技术一个产品一个服务做到一个极致的时候，它很有机会成为垄断性市场。这是很容易在其他产业是很容易发生，但是好在媒体这个产业它是很难被绝对的垄断的。好，所以有好有坏，但是这些都终将影响到网络媒体这个产业的后续发展。那我觉得对于我而言，我看到的是这个产业的变迁，这个变化当中是其实我正在身处的其他产业正在面对的东西。所以我可以很平心静气的看待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也有我自己创作平台的初心初衷，所以我就还是做我的内容为主导的影片的作品这样子。我也目前也没有能力去如何提高作品品质这件事情嘛。我可以提高的是输出的内容的质量的品质，而目前为止应该很难提升所谓的拍摄的质量品质。对，这是今天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大家。